你手上还有跑鞋吗 ？Stepen 凉了之后啊，很多 Move to 2的玩家可能急于去找一些新的项目回血啊。对，这些项目倒也不少啊，什么 Bicon、Color Run、Big Move、Step 等等等等。而在这一众的土狗中啊，有一个特别的，它叫做 Woken。自6月7日开启公测后的第7天啊，便吸引了20万名玩家加入游戏，并在6月21日的 ICO 中募到了470万美元，超额完成了目标。而且啊，这还是个零撸项目。那这个 Woken 是何方神圣？它到底是万众期待的金狗，还是披着伪装的韭菜项目？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Woken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Shamus， 一名不善言辞的区块链研究员。首先声明，本频道不构成投资建议，币圈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那么本期视频将分这几个点展开：什么是 Woken？ 游戏资产、游戏机制、盈利模式与回本周期，以及项目优势与风险。我将把各部分时间点放在评论区，如果你对其中一部分感兴趣，请自行点击跳转。什么是 Woken？Woken 是一款运行在 Solana 链上的 Move to 2游戏，发布于安卓和 iOS 移动端，在内测3个月后于6月7日开启公测。Woken 采用单代币模式，代币 WLKN 已在火币、Gate、Bybit 等几个交易所上线，发行价 0.11，7月5日收盘价 0.07。游戏资产 ，Woken 游戏中有4种资产。NFT 类包括 Castlete 和服装道具，代币类包括可自由交易的治理代币 WLKN 以及不能交易的游戏内代币 GEM。游戏机制，简单来说，游戏是围绕 Castlete 展开的，这是一种猫咪运动员，玩家需要通过运动积累步数来获得 GEMs 来升级猫，让他们尽可能的赢得比赛，来赚取治理代币 WLKN。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啊？致敬了 Axie 和 Stepen 2大窝龙凤雏了。那么细化来说呢 ，Castlete 又分5个稀有度和10个等级，3种属性。那么我分别来说一下这几块啊。首先，稀有度决定了每只猫的体力值，稀有度越高，体力值越高，参赛的次数自然越多，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代币。那要注意的是，体力值会在使用后的2小时刷新。等级的话，每个玩家注册账号会获得一只0级的猫，当它升到6级时，就会被铸造成 NFT， 被允许在 Marketplace 交易。那除此之外呢，等级还决定了 Castlete 能够进入的最高级竞技场。竞技场等级越高，每场比赛胜利获得的代币也就越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何升级呢？那玩家其实是通过每日的积累步数来获取 GEMs 来升级自己的猫。每走1000步就会产生1个 GEM， 每天超过1万步还将额外获得5个 GEMs。举个例子啊，你走2万步的话，就能获得25个 GEMs。另外，如果你有几只猫，还会有一定系数的 GEMs 奖励加成。那要注意的是啊，除了 GEMs， 每次升级还将支付治理代币 WLKN， 也就是说，这个游戏也不是完全白嫖的，你至少需要支付升级到6级的代币费用。那3种属性的话，分为力量、耐力和速度，连同你的步数数据将作为 PK 输赢的唯一参照指标，它们会随着 Castlete 等级的提升而增长，而且稀有度越高的 Castlete， 属性值上限越高。盈利模式与回本周期。Woken 这个游戏啊，盈利的方式的话，目前主要有2块，一个是通过 PK 来赚取 WLKN， 以及售卖 NFT。虽然7月6日啊是宣布开放了 Breeding 繁殖系统啊，但是鉴于数据还未公布完善啊，咱们也算不出来投资回报率，所以呢，咱们暂且不管它。那我依然是做了一张表啊，给各位算一下回本周期和回报。那首先，各稀有度的猫咪7月6日的地板价如图。那最省的玩法呢，就是白嫖一只免费的猫，然后升到6级打金。那按照这个模式来的话，相当于你只有升级成本399个 WLKN， 现在也就是24刀。那你的回本周期算上这个升级时间，大概是30来天吧。但是回本之后啊，你每天的收益只有18个 WLKN， 差不多是1.2刀。那这个收益的话，说实话还不如去捡废品来得快。那如果是买更高稀有度的猫，那其实回本周期是会涨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，传奇猫甚至周期超过了1年。但是代币收益每天也仅有74个 WLKN， 约合4.8刀，就少得可怜。而且项目能不能活1年都打个问号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只需要一只猫的话，其实免费猫反而是风险和收入综合考量的最合理的一个选择。
那么如果购买多只猫，比如说6只普通猫，它的回本周期为43天，那每日打金可以产出111个币，约合7.2刀。那么6只普通猫的成本差不多是一只传奇猫的1/6，但是回本周期和赚钱能力反而远远高于传奇猫。那这也是这个项目的一大奇葩事儿啊！投入的越多，反而风险越大，而且回报越小。而且这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？那既然高稀有度的猫并不能产出足够的币，那我为什么不注册几十个账号去领免费猫，然后薅代币呢？对吧？那么以上这张表格我会作为粉丝福利发在社群里，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我的 Telegram。项目优势与风险，那 Walken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基本上白嫖 NFT 并打金，而且玩法简单易上手。但是啊，它的风险恰恰也来自于它的优势。首先，白撸就意味着 NFT 的无限超发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猫咪是这个游戏里边最核心的资产。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啊发生了通胀，必然会导致整个项目的崩盘。除非啊限制免费猫只能打金不能售卖，以此来减少 NFT 的抛压。那第二啊，虽然这个游戏优势是玩法简单，但是简单就意味着玩家很难有机会在游戏内去消耗额外的代币。那在 Walken 里面啊，因为有竞技场匹配机制，猫的等级和稀有度其实对胜率的影响并不大。那这就导致大部分玩家只需要把白嫖猫升到6级即可，缺乏有效的消费激励。那么项目方如果开发 PK 下注以及更多的可操作玩法，其实是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情况的。那第三个风险是游戏内没有玩家互动啊，甚至连定制的 profile 页面都没有。那这会导致啊这个游戏的社交属性几乎为0。那么服饰系统这种强社交的板块也终究是个伪命题。那么项目方可以考虑在 PK 页面去加入一些表情系统或者自定义的聊天啊，来创造一些互动。那第四就是宣传能力一般啊，作为一个纯土狗项目，币价是核心，毕竟币圈是以涨服人的，对吧？宣传的再好都没有拉盘来的实在。然而项目方在本月并没有动作啊，毕竟 Breeding 出来之后也算一个功能的大更新，但是币价并没啥动静，可以说是错失了一波良机。那总的来看啊，目前这个项目真的是挺尴尬的，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。它不适合重氪啊，因为边际收益极小，而且风险高。而微氪的话，回本周期其实也不短，还不如直接白嫖，少赚点但是安心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项目方呀特别的别扭。我觉得它需要找准一个定位啊，是要慢慢割，还是一次割到位？那很显然，就目前来看啊，他们是选了前者啊，这是一条玩家和项目方都相互折磨的道路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请订阅我并加入我的社群，分享项目资讯。我是不善言辞的区块链研究员 Shamans， 那我们下期见。